这次我下定决心了，一定要瘦。5点定好闹铃，起来锻炼。妈呀，为什么我每天坚持早起锻炼还越来越胖了？有相同困惑的朋友们请扣1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pril。首先，我们需要确认你是不是真的胖了。第一，你的称量方法是否正确？称体重得是每天早上起床后上过厕所后的空腹体重，别运动前称的是早上的一个空腹体重，运动后的对比体重呢，却是某一天晚上吃完一大顿火锅之后的体重。过来人告诉你，这2个数据相差个5-6斤并不难，但其实它是你吃进去的食物和水的重量，而不是你增长的脂肪的重量。第二，运动初期变胖的假象。如果你平时不运动，那突然运动后体重可能会增加，这也不是脂肪的增加，而是由于身体内糖原的增加以及水驻留。因为突然在受到运动刺激之后，在合理饮食的前提下，我们身体会迅速储存相比运动之前更多的糖原，一般会是之前的2倍。比如说一个60公斤体重的人，在开始运动前一般会储存500克左右的糖原，那在突然开始运动后呢，糖原的储量会很可能变成1000克，同时呢，身体也会按照糖原比水1:3的比例进行水的存储，那这样算下来就是会增加2000克的体重，其实都是糖原和伴随的水，并不是脂肪。另外再加上过度劳累或者饮食不当的话，比如吃的比较咸，还会引发水肿，那体重就会越来越大。所以运动开始后体重短期内的上升也很正常，大家不用过于担心，一般4周就可以达到平衡。再来就是运动后肌肉的增加量大于了脂肪的减少量，运动可以燃烧脂肪，同时也会带来肌肉的增长。那肌肉的密度要比脂肪的密度大很多，所以当肌肉的增长量大于脂肪的减少量时，体重反而会上升。但这种情况也不必担忧，因为虽然体重，也就是说只有你能看得到的那个体重秤上的数字是上升了，但是大家都能看到的你的体型却变得更好看了，所以真的没有必要去过于纠结体重的这个数字。如果前面这几点对你都不适用，你真的是长胖了、长脂肪了，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下面这几个方面。第一，为了更好的燃脂，你是不是每早都空腹运动？那很多人喜欢早上空腹运动，因为他们认为经过1晚上的代谢，早上血糖比较低，这时候运动的话，机体可以更好的通过燃烧脂肪来供能。可其实在血糖浓度很低时，一来压力激素皮质醇会急剧大量分泌来努力提高血糖的浓度，皮质醇是导致我们变胖的元凶之一，它会妨碍脂肪的燃烧，尤其是会导致内脏脂肪的堆积，造成肚子越来越胖，还会导致增肌的困难。再加上皮质醇本身的分泌节律就是晚上12点左右时候最低，早上6点到8点达到一个最高峰，所以我们想通过晨起运动来达到好的瘦身效果的话，一定要注意避免这些进一步刺激皮质醇分泌的行为。第二，早上空腹运动也会因为血糖低、供能不足而降低你的运动表现，让燃脂的效果大打折扣。第三，空腹运动还会让机体分解肌肉和蛋白质来供能，造成肌肉流失、增肌困难和免疫力下降等问题。最后，血糖过低时运动容易恶心、头疼，甚至昏厥，很不安全，特别是肠胃功能差、容易低血糖、60岁以上的人群、患有糖尿病、心脏病的人，那这5类人是不适合空腹运动的。所以建议大家在早上运动之前，先适当的补充一点升血糖的优质碳水化合物，比如1杯冲泡的燕麦，用热牛奶或者开水冲泡2分钟搞定，简单快捷又能提供必要的营养。麦片的升糖指数和热量都很低，不用担心会长胖，很健康。当然了，也要注意不要吃的太多太饱，因为饱餐之后运动会增加胃部的震动，加重胃肠的负担，同时运动也会分散血液对肠胃的供应，影响消化。大家可以等运动结束后半小时至2个小时内再补充更多的优质蛋白、碳水和脂肪等，像鸡蛋、酸奶、香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。一来可以补充运动消耗的能量和营养，避免肌肉的分解流失；二来可以提供饱腹感；三来运动后身体代谢还处于比较活跃的状态，吃进去的热量不容易被囤积为脂肪。第二，你是不是为了瘦更快，所以运动时间太久、强度太大，也就是运动过度了？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，也就是超出了你身体能承受的舒适范围，给你身体造成压力的运动，会引起皮质醇水平的升高，不管是有氧运动还是无氧的抗阻运动都会这样。那皮质醇升高呢，会导致身体倾向于保护脂肪、分解肌肉、增加食欲，让人尤其是
是胖在腰和肚子上。那长期皮质醇过高还会抑制生长激素和性激素的分泌，造成像女生月经失调这些问题。而适量运动除了会减少刺激皮质醇外，还会让我们身体减少分泌饥饿素，同时呢增加身体中的饱腹感激素的分泌，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控制自己的食欲，来处理好和食物的关系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，对于大多数人说，每天30分钟左右的快走或者慢跑、游泳或者轻松的有氧操，每周不少于5次，就是一个很合适的运动强度。第三，清晨运动结束后更加好吃懒做了。大家很容易在运动后产生这样的心理哈，我已经运动消耗了那么多热量，那现在多吃一些也不怕。可是要知道，慢跑1个小时才能消耗400大卡左右的热量，而100克巧克力就有500大卡。尤其是如果你清晨进行的是让身体负担比较重的高强度运动的话，那在各种激素的调控下，你的食欲会更旺盛，并且更喜欢吃富含淀粉啊、糖啊、脂肪啊这一些高热量的食物。所以大家还是要理智哈，不要因为有运动就不合理饮食了，导致不瘦反胖。再来就是觉得自己早上已经运动过了，那平时就可以偷懒了，能躺着绝不坐着，能坐着绝不站着。可是要知道，我们每天消耗的热量等于基础代谢加上刻意运动消耗的热量，加上日常站立、行走等活动消耗的热量，加上消化食物消耗的热量，而其中占比比较少的，恰恰是我们特意安排运动来消耗的热量。所以如果你因为早上运动消耗的那300大卡，就偷懒放弃掉日常活动消耗的800大卡的话，也是只会越来越胖的。第四，为了早起运动，没有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。睡眠的时候啊，机体主要是通过燃烧脂肪来供能的，那你睡觉的时间缩短了，脂肪燃烧自然也就少了。再来，睡眠时间不足也会导致皮质醇水平提高，使脂肪的代谢下降，还会影响与食欲调节相关的激素水平，比如瘦素和饥饿素等。睡眠时间越少，食欲越强，并且尤其渴望高脂肪、高碳水等高热量食物。再加上脂肪代谢的速度降低，消耗的脂肪量减少，让体重不断上升。同时呢，睡眠时间不足还会造成身体对血糖的调节能力下降。我们知道，血糖的波动也是造成肥胖的重要元素之一。有这样一个对300人进行了6年追踪研究的报道发现，每天睡眠小于6小时和多于9小时的人们，比每天睡眠7到8小时的人们增长了更多的脂肪。好了，最后总结一下，希望能够帮助在早上运动的大家瘦身效果达到最大化。第一，运动前适量补充优质碳水和蛋白质。第二，晨起不建议高强度运动，低中等强度的运动更易于坚持且更有效。第三，晨起运动结束后的这一天，大家也不要贪吃泛懒，还是要健康饮食加多走多动。最后，每晚睡够7到8小时，早睡早起，瘦身有奇效。瘦身健身都有一个过程，都是需要时间的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害怕自己瘦得慢，很多事情都是欲速不达，很多事情也都是慢慢做反倒会更快。只要摆正好心态，掌握好方法，你就一定会健康瘦下来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希望有帮到大家，那我们就下期视频见，拜。